暴风雨到来的前夕，美俄突然坐上了谈判桌，要恢复核谈判了。俄乌冲突是否将迎来结束转机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忠诚，欢迎来到本期忠诚 Talk。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美俄突然坐上了谈判桌，要恢复核谈判了。最近因俄乌问题针锋相对的美俄两国突然要坐上谈判桌一起谈谈了。只不过美俄两国要谈的不是俄乌冲突何时结束，而是恢复此前中断的核谈判。值得一提，美俄两国之所以会中断核谈判，主要还是因为俄乌冲突爆发后，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包括关闭领空在内的单方面限制措施，导致俄罗斯于今年8月份宣布退出该条约的设施核查机制。这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太无耻了。毕竟美国及其盟友在对俄罗斯关闭领空之后，该条约中的设施核查机制实际上只对俄罗斯有效。也就是说，美国想查俄罗斯可以，但俄罗斯想查美国却不行了。原因很简单，俄罗斯的飞机到不了美国领空，那俄罗斯还怎么查呢？所以俄罗斯当初退出该条约中的这项机制，中断美俄之间的核谈判，完全就是美国给逼的。既然如此，一直在俄乌冲突中拒绝与俄罗斯谈判的美国，为何要选择在此时间节点选择与俄罗斯重新坐上谈判桌呢？按照美国方面的话来说此次对话的重点在于降低风险，而不会讨论乌克兰问题。毕竟比起俄罗斯，美国更希望恢复核谈判。首先，拉上俄罗斯搞战略军备削减，是美国削弱俄罗斯的一个手段。其次，美国一直在私下里接触俄罗斯，目的也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防止美俄两个核大国发生直接碰撞。分析看来，随着美国近期在欧洲进行的一连串军事部署，比如将美国王牌的101空降师部署到距离乌克兰边境仅有几公里的罗马尼亚，又把2艘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安插到欧洲，以及将原计划于明年春天的核武器部署提前到今年12月份，种种迹象皆表明美国这是在为下一场做准备。而如今就在一场暴风雨到来的前夕，美国在做完战略部署后，却突然要和俄罗斯进行谈判了，要恢复相关军控核查活动，降低局势升级的风险，说明拜登可能已经达成了他的目的，俄乌冲突或将迎来结束。首先，美国当然是想利用一场冲突打垮俄罗斯，但是这怎么可能呢？可以说，俄乌冲突持续了8个多月，俄罗斯确实在这场冲突中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距离被打垮还远着呢。除非美国真的带领西方国家一起下场，打一场大规模的混合战争，否则仅凭一个乌克兰，不管美西方向其提供什么样的先进武器，也只能达到一个拖住俄罗斯的目的。其次，从美俄选择在这个时刻举行谈判也能看出，俄乌冲突还是被美国牢牢掌握在手里的。虽然美国强调不会讨论乌克兰问题，但俄乌冲突的背后不就是美俄两国的博弈吗？可以说，俄罗斯和美国决定在这个时候坐上谈判桌，看似只是恢复核谈判，其实也是为停战埋下一个伏笔。毕竟一场冲突下来，俄罗斯受影响最大的只是常规战争能力，而不是核实力。基于此，美俄两国才会心照不宣的在此时此刻恢复核谈判。这其实是一个信号。最后，美国明知打垮俄罗斯是不可能的，在已经成功削弱了欧洲和欧元，维护了美元霸权，而且还利用能源赚得盆满钵满，此时自然是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了，也就是及时结束这场冲突，避免真的闹到不可收拾，进而导致自己真的下场参战。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